今天早晨，川普宣布针对伊朗的一场战争呢是延长一个停火协议，结果比特币价格已经回归到78000美金。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下一步交易计划？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跟进一下比特币的行情。我认为关键的转折点在于日线级别的多头结构，在多头结构73235这个点数没有跌破之前呢，它仍然属于一个多头结构。如果你在上方选择进行做空的话，都是左侧摸空的角度，所以对于空头来讲，最稳健的方法就是你等它哪一天跌破了这一个点数，然后呢进行回撤的时候去做空，目标点呢就是这个通道的顶部。那目前呢暂时尚未触碰到顶部，或者距离顶部呢其实已经没有多少了，会不会继续往上到顶，然后随后开启下跌呢？我们看之前的影片会强调资金费率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当下的资金费率变成什么样了。透过盘整震荡过后，资金费率逐渐势头减弱，但并未转向正的资金费率。那结合以往的资金费率的情况来看呢，它还有一波要上涨的小幅空间啊。那倘若比特币价格来到前高点，也就是79310美金这一个前高点，再配合到我们的清算地图，你可以明确看到，当下呢无论多少倍的杠杆集中爆仓的这个区间呢，就是在这一个区间之内的。就是到达79600，基本上10倍到100倍的杠杆呢，就全部都清理掉了。那代表这里呢是有一定的流动性。那我们刚刚从数据上看到了一些流动性，那从 K 线的角度，流动性是哪一个点呢？这就是大跌反弹一个阶段性的高点，也就是通道的顶部79395。换句话来说，如果它一气呵成把所有的空头流动性打光的点数，也恰好就是通道顶部。如果你要选取左侧的角度去看跌的话，你要谨记一句话，就是你要留意上边缘这一个通道。因为你很难说是不是通道突破100-200点，然后就开始进行止损的。那这种摸法我觉得有点危险，因为往往这种通道最后一根针呢都不是特别的标准。你要留意的就是78400左右的一个前高会不会就迅速的一个假突破下杀。那这是右侧，你没有办法做左侧的想法，那你就顺应着第一次的假突破可以进行考量，但是要迅速把自己的盈亏比拉到1:1的时候进行一个保本动作。那不然的话，你就选取在这个通道的顶部呢，这个点数作为自己的防守区间。回归到这个 CME 缺口理论来讲，这个通道顶呢也是来到这个大跌前缺口价格补回的一个区间。那这个区间呢也是 CME 接近8万的时候。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非常简单，等待触碰到通道顶部，判断方向，出现下杀行情就可能是一个比较好做空机会。但以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市场变化多端，万一特朗普又站起来说和平了、海峡永久开放等，那就是再一次的利好。毕竟 Taco 上特朗普从来不会让你失望。讲完了技术指标，我们来到基本面。比特币昨晚居然硬生生顶住了美股暴跌和美元走强的压力，不仅没有跌，反而逆势走强，甚至在盘中强势突破了77000美金。你知道背后的超级推手是谁吗？大家都猜到，又是那个男人，他背后的那家不断买币的微策略公司。根据最新披露的数据，他们刚刚在市场上砸下了高达25.4亿美元的真金白银，疯狂扫货了34164枚比特币。这可是他们公司历史上第三大单笔收购案。这一波操作直接把公司的比特币总额定格在了815061。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呢？意味着他们现在是全球持有比特币最多的上市公司，没有之一。截至2026年4月的最新披露数据啊，微策略购买比特币持仓情况，持仓均价落在了75527美元一枚比特币，就是他们购买的均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微策略在没有出手比特币的情况下，他买比特币的钱从哪里来呢？这才是整个事件的重中之重。这25.4亿美元的巨额资金里面，只有区区的14%，大约是3.66亿美元，是靠他们公司的普通股 MSTR 筹集来的。那剩下的钱呢？剩下的超过85%，高达21.8亿美元的庞大资金，全部通通来自于他们发售的一种特殊金融工具——永续优先股，也就是市场上代码为 STRC 的这一个东西。那这一点比较关键，大家还是感兴趣要听一下。STRC 的话，简直就是微策略这家公司用来在币圈呼风唤雨的印钞机。在4月13日和14日这2天，他们就是靠着 STRC 工具在市场上疯狂吸金，也就是所谓的通过 ATM， 也就是市场发行机制，连续创下了单日发售对应购买比特币量的历史记录。那这2天他们就合计买入了将近17204枚比特币，这个购买量比他们过去4周的平均值整整飙升了518%，单日的交易量甚至突破了10亿美元。
他们为了让这台印钞机转得更快呢，甚至搞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噱头。他们宣布计划为 STRC 这个优先股实施每个月固定派发股息的创新计划。你想想看，全世界有哪只股票每半个月给你发一次钱的？所以投资人因为高频率的分红抢着买，公司拿到钱之后呢，再去买比特币，比特币价格就会被推高，公司资产负债表会变得漂亮，然后再发更多的优先股，那这不就成为永动机了吗？但是世界上没有永远转动的永动机 ，STRC 这个融资工具，它能够顺利运作，能够不断从市场上抽血去买比特币，有一个绝对硬性、没有任何妥协空间的前提条件，那就是 STRC 的股价必须维持在$100就面值以上。现如今，它一直在$100下方，这意味着 STRC 根本无法像之前那样透过发行 STRC 来高效募集资金，也没有子弹去购买比特币。如果仅仅只是威测于这家公司没钱了，比特币大盘呢或许只是会进入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震荡整理。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爆炸的地缘政治火药桶上，每一剑拔弩张的局势已经成为搅动全球金融市场的最大风险源。川普应对巴基斯坦要求宣布暂缓对伊朗军事打击，并延长停火期限，但态度比较强硬，要求伊朗必须要提交统一的谈判方案。同时，美军将维持对伊朗的严格海上封锁和随时开战的全面战备状态。全面战争的风险呢，并未真正解除，极度紧张的局势彻底点燃了华尔街的避险情绪。那大资金、大机构集体夺路阿套，美股主要指数全线下挫。传统金融机构在危机爆发时会优先抛售流动性最好、风险属性最高的资产。那你觉得比特币它不是流动性最好或者是风险属性最高的资产吗？所以他们会抛售比特币啊。那当前地缘避险情绪和此前分析策略买盘减弱、资金链断裂形成向下的死亡螺旋，会扼杀比特币短期上涨的一个动力。尽管联准会主席提名人沃什在参政院听证会上对加密货币态度非常友好 ，SEC 也表示将建立清新监管框架，但是呢，市场预计就4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为100%，降息几率为0%，这意味着短期内市场不会再有新增就是廉价流动性资金来接盘比特币。所以微观上巨鲸的资金链断裂，宏观上中东黑天鹅随时会起飞，加上美联储拒绝放水，那比特币突破8万可能还是会比较困难重重。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与收看，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讲到这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还有众多新人福利。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如果还没有 Gas.io 的账户，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在注册的时候，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这样你可以获得20%的终身手续费返还。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优拿到爽，一鱼多吃福利多。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同样，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为什么呢？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通过简单的参与，比如说转发帖子、关注，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那这些积分的话，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